欢迎回到牧师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今天是中东台关系系列节目的一个特别篇。我整理了观众在评论区和私信里反复出现的一些讨论，最后总结出了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有个共同点，每一个问题呢都有一些角度会让一部分人不舒服，台独的不舒服，统派的不舒服，支持老共的不舒服，恨老共的也不舒服。不过也许这就是动机系统论的意义吧。老查的内容呢永远是把问题拆开，供大家来赏鉴。所以10个问题3个板块，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先说第一个板块的主题叫法理。这2个字在台湾问题里是最常被提及，也是最常被误用的词。很多人说台湾法理独立，也有人说台湾法理属于中华民国，更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理上代表全中国。那我们就先从法理角度真正来拆2个最尖锐的问题。问题1，台湾的独立与不独立到底谁说了算？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实际上它有至少4个层次的回答。不过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录一个东西。很多人有一个习惯性的想法，说台湾独立是个法律问题，只要法理上站得住脚就应该能成立。但这个想法其实是有一个不落地的预设，就是他默认国际法是一个有人执行的法律体系，但实际上它根本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法律背后有警察，有法院，有强制执行机构。你不还钱，法院可以查封你的房子；你打人，警察可以来抓你。但国际法可没有这些，没有世界政府，没有世界警察，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强制一个大国执行他不想执行的裁决。所以问题就来了，既然没有人执行，那为什么大多数国家还是会遵守国际法呢？答案很现实因为遵守对他自己的执政有利。你需要别国承认你的货币、你的护照、你的贸易协议，你需要在国际组织里有席位，你需要别人在你被攻击的时候愿意站出来说话。这些好处都建立在我们大家都遵守同一套规则的基础上。所以国际法的权威并不是来自于强制力，而是来自于利益的共识。尤其是大国他们觉得划算就遵守，如果他们哪天觉得不划算，随时可以绕开。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数不清了，就譬如最近不是也在发生吗？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法表面上是法律问题，本质上它还是政治问题。那国际法里是怎么定义国家这个概念的呢？在1933年有一个叫门德维利亚公约的文件，给出了4个条件：有人住，有地方，有政府，能跟别的国家打交道。理论上来讲，满足这4个你就是个国家。但现实里呢，你除了能跟别的国家打交道以外你还需要别的国家承认你。没有承认，你进不了联合国，也接受不了国际金融体系。你签的协议别人还可以不认。所以说呢，法律上说4个条件就够了，但政治上却说还差一个，就是别人的点头。我们录完这个认知我们现在再回来看台湾台湾的独立和不独立到底谁说了算？这4个层次呢，分别是：第一个层次，国际法说了算。刚才我们也说了，在国际法的框架里，一个地区要成为独立的国家需要什么？3个实际条件：固定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有效的政府。台湾3个都有了。那台湾独立了吗？还没有，因为还有这第4个条件，也就是在中东台关系里被多次提及的一个点，就是被其他国家承认。承认不承认取决于国家跟国家的关系，跟台湾人想不想独立，跟大陆人想不想台湾统一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国际法的层面，台湾独立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大国承认它。但目前为止全球主要大国没有一个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的，这也是老共的王牌。所以第一层，国际法里的答案是台湾少了一个必要条件。然后我们来到第2层，中华民国的宪法说了算。这里有一个很多人知道但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中华民国宪法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正式宣布放弃对全中国的主权主张，它只是在实践上缩回了台澎金马，但法理上它还是中华民国一个主张代表全中国的政权。所以在这个框架下，台湾不能独立，不是因为老共不让，而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政逻辑本身就不允许。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执政这么多年，那块中华民国的牌匾一直摘不下来。他不是没想过摘，是摘了就意味着要写一部新宪法，要建立一个新国家，然后要面对全世界的反应。这代价是高是低，结果谁来承担？我们的主线故事已经在讲解了，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所以第2层，中华民国的宪法里，他的答案是他自己就把自己给锁住了。然后呢，我们来到第3个层次
那能不能美国说了算呢？这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做法，也就是所谓经济叙事的顶级实践，这也是最现实的一层，只要美国承认我就行。但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维持了40多年了，说白了就是我不明确说台湾是国家，我也不明确说台湾不是国家，我只说任何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我反对。这个招数我们在主节目里已经说了，它一方面限制了老共用武统，但另一方面也是有很多人不愿意面对它其实同时也限制了台湾。你如果是想以宣布独立的方式来改变现状，那他呢也不会乐意的。美国要的就是这个模糊本身，因为模糊才会有筹码。所以这第三个层次美国方面答案是他要的不是结果，他要的是持续的谈判的筹码。所以最后我们来到第4个层次，台湾人民来说了算。这是节目里面目前还没有深度讲过的角度。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老问题，公投独立行不行？如果台湾举行一场公投，问你要不要独立，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大家可能没想到的是根据近年多项民调，多数台湾人的选择其实是维持现状，不是独立也不是统一，是现状。这个现状实际上就是一种我们不需要明确答案的状态，我们有自己的护照、军队、选举和政府，我们呢也不需要贴一个国家的标签，就已经在过自己的生活了。所以台湾人民说了算，但他们说的并不是独立，他们要的是不要有人来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这可以说是一场非常务实的政治智慧和实际生活的需求，其实呢也是让独统两边都很抓狂的答案。而且说到公投就不得不提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台湾的名嘴李敖先生曾经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呢跟一个台湾大学生有过一段对话。那个大学生说我们可以公投独立李敖就说呢，那对岸也公投，不允许你独立怎么办？当时很多人觉得这句话很荒谬对面14亿人的公投关台湾什么事但这句话呢实际上戳到了一个很少有人认真面对的逻辑核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中华民国的宪法至今主张的大陆的领土。换句话说，在现行的宪政框架里，大陆的人民名义上也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当然这是法理上的荒诞但荒诞恰恰是这个问题最真实的样子。你要用公投决定独立，那你公投的对象的范围在现行宪法框架下理论上包括的可不只是台澎金马的选民当然虽然不会有人这么去操作，但这个逻辑漏洞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台湾想用公投来独立，首先要面对的不是老共，而是要先把自己的宪政框架整理清楚，要改宪，要建国，要承担全套后果。这条路不是走不了，而是代价清清楚楚的摆在那里。所以4个层次4个角度到底谁说了算呢？答案是这4个说了算的力量，他们的利益刚好相互制衡。所以现状就是没有任何一方能单方面说了算。这不是问题没有答案，而是这个问题的系统解本来就是个动态的均衡，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果。而且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4个层次和角度里还没有直接出现老共的身影，就已经足够麻烦了。所以老共只要在这4个角度各自找到它的位置，就可以有很多的空间来拿捏这个问题的尺度。下一个问题2，问题2比较经典它是说清朝的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最后香港还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那台湾的话，如果没有中华民国，台湾会还给谁？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刁钻我们先把历史事实撸一遍。1842年南京条约，清朝把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同意交还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回归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那问题就来了清朝是中华民国的前朝，中华民国才是清朝法理上的继承政权。那按这个逻辑，香港应该还给中华民国才对为什么还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答案简单也很残酷，谁实际控制了那块土地，谁才是交涉对象。1984年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不管你名义上谁是正统，他只认门牌。好，这个逻辑我们先记住。而且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说，我们可以把这套逻辑同样搬到台湾去嘛。不过台湾的历史呢稍微复杂一点。1895年马关条约，清朝呢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根据盟军的安排由中华民国接受管理。注意这里用的词是接收管理，并不是归还主权。因为日本正是在所有法律文件上放弃台湾主权的是1952年的旧金山合约。
但那个合约里日本是怎么写的？日本宣布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那放弃给谁？归还给谁？合约里根本就没有写。这不是老茶的解读这是历史文本里白纸黑字的空格。但正是因为这个空格，才有了延续至今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没有中华民国，台湾会还给谁？这个问题有一个预设，我们要先猜到它。还这个字预设了台湾是一个被某人持有的东西，到期要归还原主。但台湾的法律现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当年大清白纸黑字的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日本放弃了台湾，但没有指定还给谁。这不是疏忽，这是当时的大国博弈下的刻意留白。美国不想明确给中华民国，因为那会进一步固化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法理，又更不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那是刚打完朝鲜战争的对手，所以他故意留空。那中华民国为什么可以管辖台湾呢？不是因为台湾还给了他，而是因为1945年中华民国的军队就在那里，他实际管着，跟香港还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同一个逻辑，谁在那里谁就是交涉对象。那如果没有中华民国这个主体，1945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可能是盟军直接托管，也可能呢是某种联合国委托管理，还有可能呢是更长时间的悬置状态。但唯独不会是台湾自然的干净的回到某一个主权方的手里，因为从法律文本上来看，那个主权方从来就没有被写进去过。这就是台湾问题最深的一层法律困境。台湾它从来不是一个主权被明确分配过的地区，它是一个历史上被反复使用但从来没有被建国过的地方。谁在那里谁管着，谁就是现实意义上的主人。这跟法理它的关系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这个结论可能会让法理派的朋友非常不舒服，但不舒服恰恰说明这个问题戳到了真实的地方。好，我们两个法理问题讲完了我们现在知道台湾的独立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单方面说了算，台湾的主权归属在法律文本里从来就是一个空格。带着这两个认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板块，历史的黑箱。接下来三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那种你隐约知道有些什么，但说不清楚到底有多深的问题。老茶的节目从来不是替任何人洗白，也不是给任何人定罪的，我们只看证据，只分析逻辑。第三个问题是，台湾从228事件开始，各种政治事件的背后到底有没有老共的操作？那我们就先从228的导火索说起有一个版本是说1947年2月27日晚上，台北天马茶坊附近，一个国军士兵走到10岁的林明珠面前，用方言问烟多少钱。林明珠听不懂，那个时代台湾本省人讲的是闽南话，讲的是日语，这来台的国军讲的是国语，还有各地的方言，两边鸡同鸭讲。士兵看他沉默，他就说那我就先吃一根，然后再给钱。说完呢，手往口袋里面就要去掏。旁边的地痞混混就冲着人群大喊国民政府官员掏枪了。人群就骚动了，有人冲上去就跟士兵拉扯。林明珠呢手里的烟散落一地，士兵这时候真的掏出枪想吓退人群。就在他举起手的时候，枪管顶到了从远处冲过来找女儿的林江麦的头顶，鲜血立刻流了下来。有人喊阿桑你流血了，还不快倒下。有人喊阿三仔打人哦。林江麦当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流血。这就是228导火索的另一个版本。而林明珠是林江麦的女儿，事发当晚他就在现场。上面那段记载也是他在2006年接受联合报采访时亲口讲述的这段经过。他说那个士兵不是故意打人的，那是语言不通加上有人故意起哄造成的意外。这段证词在台湾政治化的228叙事里几乎被完全遮蔽了。但老茶呢要补充一句这个版本和国民党的暴民闹事说法不同，也和民进党的官员暴行叙事也不同。他只是一个当晚在场的女儿，60年后说出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他后来还嫁给了一个外省人，他有没有理由说谎呢？我们只能说几率不高。那所以228是老共拱的火吗？看起来不是。228爆发的柴堆是2年积累的真实民怨。国民党接受台湾之后，腐败掠夺，外省人对本省人的系统性歧视，早已让这里沸腾了。他不需要有人点火。但228期间老共有没有趁机行动还真有，而且比大多数人知道的要具体的多。1947年2月，老共在台湾已经有了一个正式地下组织，叫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台工委，书记是蔡孝乾。
当时台工委的党员数量不到70人，力量非常薄弱。但228一爆发，台工委里的人立刻行动起来了。其中最具体的是谢雪红，他在台中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叫27部队。这支部队还跟张治中在嘉义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相互配合，与国民党军队打了好几仗。他们还同时参与起草了那份著名的32条处理大纲，也就是228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政治要求文件。里面有人借机塞入了很多共产党想要的政治内容。这可不是在旁边加了几把火柴这是在火堆旁边架起了机枪。不过呢，我们要先说清楚他们的规模太小。228的结局呢，并不是被老共主导的，而是被国民党从大陆调兵镇压了。镇压过后，谢雪红和一批人辗转逃到了香港。后来在老共的支持下，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个组织至今还在而且成了中国大陆的8大民主党派之一。这就是老共与228关系的完整图谱。火不是他们点的，但他们确实在火里扔了枪。事件结束后，逃出去的人后来还成为了统战工具。第四个问题，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时候，老共在旁边到底想干什么呢？他为何要发射导弹呢？两岸那时候到底有没有真正谈过统一这是个混合问题但其实目的呢，就是在问两岸对统一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具体的实质上的操作。那我们就先从1996年开始说起。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其实共有4组候选人，国民党的李登辉、民进党的彭明敏、脱党参选的林洋港以及无党籍的陈履安。老共在选前向台湾基隆和高雄的外海发射导弹，搞军事演习。这问题就来了，老共到底想威慑谁呢？但其实关键在于这4组候选人对老共来说分量是不一样的。彭明敏是台独旗手，老共呢当然不想让他上。但李登辉呢？李登辉那个时候老共已经对他高度警惕了。1995年李登辉刚刚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这件事激怒了北京，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正式给了台湾现任总统一个外交上的存在感。所以1996年的演习与其说是针对某一个候选人，不如说是针对整个台湾直选这件事情本身。老共的逻辑是台湾你搞总统直选，你就是在走向实质独立的路，我要让全世界看到这件事有代价。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彭明敏只拿到了 21%， 民进党历史上最惨的一次总统选举。李登辉拿到了 54%， 史上最高，而且美国还直接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进入了台湾海峡附近。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之一。所以老共演习的结果是帮李登辉拉了票，帮美国找了进来的理由，帮彭明敏送走了选票，3个方向全部打错了。所以我们说老共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台湾人面对恐吓时的心理反应。那我们回来另外一个问题两岸到底有没有真正谈过统一呢？还真谈过，但我们要把时间线梳理清楚，才能看清楚整件事的结构第一波呢是1949年到1979年，只有喊话没有对话。这30年两边的姿态都是我要消灭你。国民党说我要反攻大陆，老共说我要解放台湾，唯一沟通的方式就是炮弹。从1958年开始，我们也说过，解放军是每隔1天往金门打炮一次，打了20年，而且双方还有默契了，每次打炮之前会预告时间，让老百姓躲好。第二波呢是1979年，北京单方面伸手。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刚稳住权力，他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提出两岸通邮通商。蒋经国回应的是3字经：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史称3不政策。1981年，叶剑英提出叶9条，第一次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雏形。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保留社会制度，参与国家管理。邓小平自己后来说这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国家2种制度。蒋经国的回应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结果嘛就是还是不谈。然后呢来到第3波，1986年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秘密接触。1986年的时候呢，蒋经国悄悄派了一个人去北京，就是沈诚。沈诚带去了一份蒋经国默认的备忘录，内容包括两党如何在国家统一这个大目标下共存，如何实行第3次国共合作。北京高层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了这份文件，双方有了真正的接触。但1988年蒋经国去世了，这条秘密的渠道随着他的死突然断掉了。继任者李登辉当时的老公根本看不懂他想要什么，
第4波来到1990年代的中期，这是看似最接近谈统一的一段时间。李登辉执政之后呢，两岸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务实接触期。请注意这个词务实。1993年的汪辜会谈，台面上谈的是文书认证、挂号性查询这些事务性的问题，但台面下两边都有人在试探更深的问题。那段时间北京的底线是你们得给我一个统一的时间表而台北的底线是你得先给我对等的政治地位。很明显这两个需求呢根本对不上。老共没有办法承认中华民国的对等地位，因为那意味着两个中国嘛。而台湾呢也没有办法给时间表，因为那是在民主选举的框架下，是政治自杀。所以这扇门从来就没有真正打开过。谈统一的天花板从一开始就嵌在两个矛盾逻辑里。而李登辉，我们在主线节目里也说过他其实本人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统一回归的理念，所以他也在他后续的政治生涯里逐渐伸张出自己真实的意图，那就是借壳真实独立。第5个问题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习马会难道只是单纯的会面吗？2015年11月7日，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习近平和马英九握手，持续了81秒。66年来，两岸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时间线很重要。2013年，习近平在巴厘岛就私下传达过信号，两岸的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代的往下传。2014年，台湾爆发了太阳花学运、反服贸、习马会的讨论呢一路中断。2015年10月，台湾陆委会主任夏立言在广州见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张志军提出可以见一面。夏立言建议去菲律宾的 IPEC， 但张志军说国际场合不行，会造成两个中国的观感，但第三地可以，所以夏立言呢就提议新加坡。双方各自回去请示，事情就这么定了。11月3日深夜，台湾媒体抢先曝光，官方呢被迫提前公布，全世界的两岸关系记者连夜飞往新加坡。那么这场会面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们先看马英九马英九要的是什么？很简单，历史地位。他已经是即将卸任的总统了，2016年1月就要大选，国民党几乎必输，但他会是台湾第一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握手的人。这张照片永远跟他的名字在一起。而习近平要的什么呢？更复杂也更冷。2016年1月台湾大选，蔡英文铁定当选，习近平早就知道国民党要输了，他要的不是阻止民进党上台，他要的是在民进党上台之前立一根桩。什么桩就是两岸领导人坐下来谈的先例。我们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黄静当时说了一句话，说这次会面是为了今后的台湾领导人定下了一个框架，你无论是谁，你不按照目前的路走，合法性就可能会受到挑战。这就是这根桩的作用，它不是用来前进的，它是用来限制你漂移的范围的。另外习近平呢还有个额外的收获他系了一条红领带，马英九呢系了一条蓝领带。这个默契从1993年的汪辜会谈就开始了，两边领导人见面从来呢也都是红蓝配。这两条领带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中国，不需要任何声明，镜头会替你说完。但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可能忽略了，马英九当天的开场致辞只说了一个中国，可没有说各自表述他是事后在记者会上才说，闭门会谈时才提到了一中各表。所以大家看在背后才说是各表，但在习近平和镜头的面前呢，他只说了一中。台湾的论证家林卓水后来直接点出来一中才是面子上的话，而各表是悄悄话，是上不了台面的话。所以对板块2的总结228它不是老共点的火，但他们确实在火里扔了枪，逃出去的人成了统战工具。96年老共的导弹演习其实是打压的整个台湾直选这件事儿，结果呢帮了李登辉，吓走了彭明敏，顺便还把美国的航母给请来了。两岸之间呢也确实谈过统一，从1979年到1990年代有喊话，有秘密接触，有汪辜会谈，但天花板呢从一开始就在。老共要的是时间表，台湾要的是对等的政治地位，这两个需求永远对不上。而习马会是一笔精心计算过的政治投资，马英九换了历史的注脚，习近平立了一桩叙事的桩，而新加坡再次证明自己是两岸都能接受的中间人，三个华人占主体的政治势力方各取所需。而唯一没有被邀请参与这场交易的是台湾的选民们当然他们也肯定不会被邀请的，
所以台湾的选民啊，1个月之后用选票给出了他们答案。好，这就是前面2个板块的5个问题啊，主要呢是台湾外部的力量。下面半章的5个问题呢，我们会回到台湾的内部事务。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的中台关系节目的特别篇，让我们下半章节目再见。